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德国举行了大选，因为德国的开票比较快，所以呢，大选结果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了。现在，那咱们就说说这个大选结果吧。有两点，一个是呢，大选结果跟民调非常的接近，就是民调原来大概估计什么，然后大选的结果呢，确实很接近啊。这呢，一个是不太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有一点点出乎我的意料，就是关于德国右翼党这选择党它的得票率，民调呢大概是21%左右，是最后一次民调。这次出来呢也是很接近20.8%。我原来预估啊，德国这种右翼选择党的选民可能他在做民调的时候，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所保留。我以为啊，真正的这种投票结果会有25%左右，但是呢很接近，所以呢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现在看看这选举的临时的结果吧。第一大党现在呢是原来的反对党，现在很可能变成第一大的执政党。我们看到黑色这部分啊，因为德国的党派都是以颜色为代表，所以呢，我们先看左边的这个黑色的，这次它是28.5%的得票率，比上次提高了4.4%。在这里我说说德国这种对这数据变化的颜色的代表啊，跟中国是刚刚相反。你们炒股的人也知道，在中国，如果是那天增加的，一般是红色，对吧？那天减少的，那是那个绿色。德国跟中国刚相反，如果德国呢增加，它是用绿色，然后呢减少用红色。比如说最左边这里啊，是基民盟及社盟，它得到28.5%，比上次选举提高了4.4%。你看它是用那个绿色的加，对吧？然后呢，德国选择党它得票率翻倍。上次呢是10.4%，这次直接来一个20.8%，是历史最高值啊！所以说，即使没有人跟他合作，他这次呢也是大胜。我们看到第三个这红色的啊，16.5%是德国社民党，它是一个左派的党，它比上次呢减少了9.2%。绿党11.6%，比上次呢减少了3.1%，负3.1%，红色的对吧？然后呢是德国左派党，这左派党其实是德国统一之前东德的共产党，得票率是8.8%，比上次呢提高了3.9%。然后是 BSW， 目前的得票率，因为它是精确到小数点的第一位，其实它真正的得票率是4.97%多少，就是还差可能几百票、1000票左右就可以进入德国那个国会了。这次它应该进不了。然后呢，黄色的是 FDP， 是德国社民党，它比上次呢大幅减少了7.1%，这个降幅呢相当的惊人，所以呢它少于5%，也就这次呢没有进入国会。大家注意啊，它原来是执政党之一啊，现在连国会都进不了，这也是够丢人的啊。其他的是4.5%，就是各种各样的小的党派全部加起来，它的那个得票率都不到4.5%。在德国，按照德国法律，只有得票率达到或超过5%的，才能够进入国会，才有资格组阁。目前看来，刚才我说了5%的那个 BSW 这个党派，其实它的得票率是4.972%左右啊，所以它进不了这个组阁。有组阁资格的就是5个党。选举结果出炉了，那今后德国是怎么组阁呢？一般来说，在德国是得票率最高那个党派，他有资格来组阁，就是他发起组阁，然后呢，他邀请，比如说我跟红色的这个社民党啊，或者是绿色的那个绿党跟你们进行组阁谈判。如果对方有兴趣，那就咱们一起来谈判。都谈得差不多了，3个党再坐下来进行最终的谈判。这3个党派来内部分赃德国内阁的各个位置，比如说各个部委啊，什么人去做部长，就是我说的这个党派分赃了。没有获邀参加组阁的，那就是反对党了吧？因为之前呢，各党派都一律排除与这个蓝色的 AFD， 也就是德国选择党组阁的可能性。那么这个 AFD 虽然它得票率第2高，但是它只能成为最大的反对党。现在我们看席位分配啊，这个图，黑色联盟党，也就是基民盟及社盟，加起来197个席位，在这个德国这个国会里面。蓝色的这个德国选择党，它有143个席位，
SPD 红色的有114个席位，绿党有80个席位，然后是左党有61个 ，BSW 有34个，这可能还不是最终的啊。所以呢，最后呢，也许今年的选举又是换汤不换药，像我预测的那样。但是呢，这次呢出任总理的是黑色这个党，也就是联盟党。那原来红色出任总理这个党就变成了一个次要的党，他让出总理的职位给这个黑色的基民盟。这目前看来，两个党它可以单独执政。目前看来，如果是这两个党能够组阁成功，是比较稳定的执政党。因为如果是其他的选择，只能够是3个党派一起来联合组阁，所以呢，执政压力更大，而且更不稳定。如果是黑色这个党和红色的黑红党组阁，我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那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任何变化，因为这个黑色这个党，它的党魁，而且他笃定呢，就是德国未来的总理了啊。这个人呢，我认为是比较亲美的。一个是呢，德国它并不是一个主权什么独立的国家，外交独立的国家也不是，所以他一切还是得听老美的。而这个人呢，之前还在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投资集团做过事情 ，BlackRock。所以呢，这个人应该是很亲美的。那对中国也不可能有根本上的改变，而且他从过去他的谈话来看，对中国的敌意还是蛮深的。现在这个社民党变成了他的搭档，所以呢，社民党肯定没有很大的发言权。那么今后呢，对中国的政策也和现在没有很大的变化。不过我相信中国也无所谓了，德国对中国来说并不是说最重要的国家，对吧？德国或者任何一个在世界上比较重要的国家，选举有任何的变化，我相信中国这边的政府早就有对策。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根本就不会对中国什么外交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我一点都不认为这样。所以还是这样吧，德国你该怎么跳就怎么跳，中国自有对策。而且相对来说，德国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国家，所以德国的大选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几乎忽略不计吧。当然了，我相信如果是其他党派愿意与德国选择党进行组阁，应该对中国更好一些吧。但是如果是德国选择党作为最大的反对党，也不能说对中国一点不好，反而可以比较好的制衡将来组阁的德国新政府。现在我们看德国选区得票率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地图非常的明显，那就是蓝色和黑色，东边是蓝色，西边以及西南是黑色，对不对？或者灰色，主要是蓝黑这两个主色，这与原来分裂的两个德国是完全吻合的蓝色这部分呢，就是原来的东德，也就是德国统一之前的社会主义这一部分阵营然后呢，黑色这部分就是原来的西德，也就是联邦德国统一之前的西德，是黑色的。从这个地图也与我之前说过的德国虽然统一30多年了，但是德国人的内心还完全没有统一。两边的人他们内心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三观其实相差特别的大。从这个大选的结果就可以很明显的表现出来。蓝色是什么呢？那就是选择党是第一大党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在东德几乎所有的选区，它这个德国选择党都是第一大党了现在。然后呢，西边几乎所有的选区，第一大党就是这个基民盟、基社盟，也就是比较保守的这个政党，其实它也是中间偏右一点的政党。而这个蓝色呢，被德国定义为极右翼也就是整个德国现在其实从民意来看，就是右转的右倾的一个国家了现在那么很明显，如果是按照选民的投票率，德国应该是黑色的和蓝色这两个大的党组阁，那就是最能够代表这个民主精神的但是投票之前，所有其他党派都排除了与蓝色这个德国选择党合作或者说联合组阁的可能性。那这个蓝色的只能做德国最大的反对党了呗。甚至我看了一下，在东德有的选区，这个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差不多有的过半最高我看的是46%多。
然后呢，在德国西部，也就是原来的西德，德国选择党它得票率有的非常的低，有的低至只有5%。还有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德国大的都市一共有4个，首都柏林、汉堡、南部巴伐利亚的首府它是慕尼黑，以及我们在北威州的科隆，这4个大的城市都市啊，在德国它都是呢比较左派的啊。一个是它的绿党得票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可能是德国左党的得票率比较高。德国都市一般都是这样，就是比较左派一些，然后其他都是比较右派一些。还有一个特点，我想说说啊，在德国这特别大都市很明显，因为有的区可能是相对来说，公务员的比例比较高的，或者呢人的收入比较高的那群人，也就是所谓的美国那种所谓的富人区。在德国虽然没有这样的区别，但是他居住的这个区的人，大概可能他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然后呢国家公务员比例比较高的，那么这个选区的人，那这种人投票给绿党的，他的几率就比较高。相反，比如说像在柏林啊，还有在科隆这种啊，那种外国人比例比较高的，然后呢，那外来移民背景啊，这人比较多的地方，相对来说，住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收入比较低，或者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那么他们投票给，比如说给德国选择党啊，还有像在柏林这种地方啊，那个区如果是有比较多人吃福利的，那这个区投票给德国左党，投票给德国绿党这种比例就比较高。这是比较有趣的现象，也就是德国特有的现象。那么今后这4年，如果是将来德国政府组阁成功，然后呢德国政府比较稳固的话，4年可以说德国呢绝对没有大的改变，也差不多原地踏步或者还退步一些。所以有的人希望通过一次选举能够改变一个国家命运，在德国未来4年是不会出现的。我昨天也说了，肯定不会有大的改变，选前跟选后都差不多。下届德国政府就是由黑色和红色这2党组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德国新政府吧。然后呢，德国下届总理应该比较肯定叫默茨，就是黑色这个党他派出了那个候选人，他成功当选，因为他原来是最大反对党，然后呢，原来这个德国红绿灯政府做的实在太烂了，所以呢，一点都没有悬念，这个原来最大反对党当选。因为德国一般是这样啊，如果是这届德国政府他做的不好，那下届是这样，最大反对党肯定是当选的，这没有悬念。所以呢，下届中国政府要跟这个默茨打交道，而不是跟朔茨打交道了啊。对中国的外交，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变化，还跟原来一样，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也不会出现什么亲华的人物，绝对不会出现。德国下届政府，这个德国新总理，他绝对是跟着美国走的人。然后呢，特朗普施压呀，那德国肯定也是乖乖的要听美国的话，所以呢，还是跳不出美国那个铁锁链，一样，跟着美国大步往前走。可以很肯定，就是接下来这4年，德国继续被美国割韭菜、薅羊毛，俄乌危机可能会得到平息下来，然后呢，德国继续付钱，其他什么都没有得到。当然得到了乌克兰难民啊，还可以继续发这个福利给乌克兰难民，也就是继续付款吧。一个是付所谓乌克兰的重建的费用，另外呢，可能军事方面，如果是要保障所谓乌克兰的军事安全，可能德国如果不派兵，那也要出钱出武器。因为原来德国绿党啊，他负责外交实在太烂了，所以我觉得应该从外交方面，从这方面，如果是从人员配置这方面，可能接下来德国外长要比现在到目前为止那个360度外长要更理智一些，可能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这方面不那么仇视中国，这点可能是稍微能够变好的地方。其他的我认为呢，与中国没有任何改变。经济方面，因为德国特别是汽车行业肯定是在中国丢掉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多，
所以整体来说，德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德国的衰落，两国的外贸值可能会降低一些吧。其他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呢，德国在欧盟之内，目前看来可能会与下届法国政府是谁上台，咱们不知道，也许是那勒庞党，也不一定。那也许会加强德国、法国之间的联系吧。另外，我最后呢来大胆的预测一下啊，4年之后，也就是2029年，如果这届德国政府它能够成功的执政4年的话，4年之后德国的政坛会怎么变化？因为这届德国所谓的极右政党德国选择党，它得票率已经接近21%了，而且它被其他党派所排斥。那么这个党派的人，或者那些中间的选民，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如果这个黑色的联盟党它执政不好，那下届上台的极有可能是德国选择党，它会变成第一大党。当然，这4年啊，这党怎么执政，也要与美国这特朗普怎么对待德国，怎么决定世界的走向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德国它左右不了自己，但是可以肯定是，如果经济方面德国没有好转，那么4年之后，目前德国最大反对党，或者将来这届政府吧，德国最大反对党，德国选择党，它变成第一大党，这个可能性非常的高。也就是说，下次很可能的德国会出现一个所谓极右翼的德国总理。因为选民们会这样想，既然这次呢，我们把机会给了你德国这基民盟，也就是以颜色黑色代表这个党，基民盟给你们了，你们执政那么烂，德国没有起色，那下次我们把机会给现在最大的反对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让他来做做看，他到底是不是极右，是不是会把德国都毁了？你们其他党也没有把德国往好的方面带呀。那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给德国最大的反对党，这个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呗。所以啊，4年之后，德国会不会出现一个极右翼的德国总理，而且是女总理，而且是一个女童？那我们拭目以待。好的，朋友们，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是关于德国大选结果的，咱们来分析一下，从我的观点来说，德国下届政府是怎么组成，以及对中国的态度怎么样，以及呢，4年之后，2029年德国政坛会有什么变化？是不是会出现一位极右翼的德国总理？这些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